一名天真善良的女大学生被发现死在了男性朋友的公寓。虽然案发现场没有找到可用线索，也没有凶手遗留的生物证据，但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位消失的男性朋友一定就是凶手。当警方着手调查这名嫌疑人下落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原来这一切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简单。通过深入调查和一些其他线索，警方终于抓获了一名凶残狡猾而又愚蠢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梅萨，这里位于加州西南部，坐落在洛杉矶和圣迭戈之间，常住人口大约10万人，是该州人口第3大县奥兰治县下属的一座城市。科斯塔梅萨是加州的购物和艺术之都，本地经济主要依赖于零售业和服务行业，其中最为耳熟能详的就是南海岸购物中心。南海岸购物中心是该市最大的商业活动中心，每年客流量超过2200万人次，销售额高达12亿美元。除了娱乐和购物以外，科斯塔梅萨的教育也很发达，奥兰治县海岸学院、先锋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就坐落于此。主人公朱莉·基普伊西出生于1987年2月14日，案发时年仅23岁。朱莉是奥兰治县海岸学院的一名本科生，在家人和朋友的印象里，她是个没有坏心思、非常善良天真的女孩。步入大学后，朱莉的成绩一直很优异，外向友好的性格也让她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其中一名叫山姆的同学与她的关系最为要好。时年26岁的山姆是美国陆军第173空降旅的一等兵，他曾经在阿富汗最危险的地方驻扎过很长时间。生活中的山姆以热爱旅行和极度节俭而闻名，朋友们对他的评价很不错，称他是个非常罕见会过日子的好男人。得益于良好的消费观念，山姆在退伍时攒下了一笔6万多美元的积蓄，他用这笔钱作为学费报考了奥兰治县海岸学院，计划等获得相应文凭后再重新入伍。山姆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也就是这个契机让他认识了主人公朱莉。山姆和朱莉是同班同学，两人性格相似，爱好也大致相同。经过几次接触后，很快便成为了朋友。朱莉平时经常会辅导山姆做功课，在朱莉的帮助下，山姆的学习效果有了显著提升，他顺利拿到了人类学优秀成绩。通过这件事情，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他们从普通朋友变成了蓝颜知己，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只要对方有需要，他们都会无条件互相帮助。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不会有好的结局。在日后的一天，朱莉就被发现死在了山姆的公寓。2010年5月21日，一个平常的周五傍晚，朱莉忽然收到了山姆发来的消息。山姆声称他和家人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心情很低落，希望朱莉能到公寓陪他聊聊天。当时朱莉正和哥哥嫂子在餐厅里吃晚餐，尽管时间并不合适，但作为好朋友，朱莉想都没想就提前离开了餐厅。她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跟哥哥说明要去哪里，就直接奔向了山姆的公寓。第二天一早，朱莉的母亲发现女儿一夜未归，于是就想着给她打个电话询问原因。可是这通电话在尝试了几次后始终没有接听，四处打听都没有得到女儿的下落后，朱莉的母亲向警局报告了失踪的消息。此时山姆的父亲史蒂夫也在为儿子的迟到感到担忧。原本这天他们约定好了要一起外出，但直到下午山姆也没有按时出现，尝试多次都没有联系到山姆之后，史蒂夫决定去儿子的公寓检查一下。山姆的公寓里非常干净，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史蒂夫一边呼喊山姆的名字，一边朝着卧室方向走去，结果刚一推门，他就在床上发现了一具冰冷的女性尸体。毫无准备的史蒂夫被吓坏了，他来不及上前查看，慌乱中紧急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来到现场，经确认，该名女子正是先前报告失踪的女孩朱莉。被发现时，朱莉头朝下以跪着的姿势趴在了床上，她的头部有明显枪伤，上衣后面还有一段侮辱性的文字。从尸体的状态来看，朱莉应该是遭遇了暴力侵犯。案发现场的门窗完好，没有找到凶手遗留的生物证据。朱莉的背包就放在桌子上，
里面的手机和钱包也没有被拿走。鉴于这种情况，警方排除了遭遇抢劫的可能。年轻的朱莉死在了山姆的公寓，而此时山姆也已经下落不明。这一系列反常的迹象无疑让他成为了头号嫌疑人。不过山姆的父亲史蒂夫并不认可警方的看法。史蒂夫表示，山姆是一名退伍老兵，履历非常干净，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警方非常理解史蒂夫此刻的心情，在进一步对山姆采取措施之前，他们首先要了解两人的关系以及案发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于是警方找到了两人共同的好友了解情况。朋友们都表示，山姆和朱莉只是关系要好的异性朋友，没有任何亲密行为。他们不认为山姆会做出伤害朱莉的事情。不过这种说法很快遭到了反驳。技术人员在对朱莉的手机检查后，发现了几条可疑的短信，其中有一条就是山姆在案发前发给朱莉的。山姆说道，希望朱莉能过来陪陪他，他保证只是单纯的聊天，不会发生关系。这条短信怎么看都不像是普通朋友之间会提到的内容。另外，警方还了解到，山姆也并不像他父亲说的那样履历非常干净。实际上，他在少年时期就因为参加帮派械斗而卷入了一起命案，最后由于年龄原因，警方撤销了对他的起诉。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山姆的性格有了很大改变。为了约束他的行为，父母迫不得已才把他送到军队。参军后的山姆虽然没有做出过出格的事情，但据他的几位战友描述，山姆和大多数老兵一样，患上了创伤性应激障碍症。他经常会在半夜惊醒，精神状态很不稳定。调查进行到这里，警方更加确信了山姆的作案嫌疑。他们认为山姆和朱莉的关系应该不像朋友们说的那样单纯。案发时，两人应该在公寓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从而导致山姆情绪崩溃，对朱莉实施了残害。得出结论后，警方找到了山姆的父亲史蒂夫了解情况。此时的史蒂夫仍然不认可警方的推测。史蒂夫表示，山姆确实因为年幼无知结交了一些坏朋友，不过如今他已经改过自新，完全切断了与这些人的联系。尽管史蒂夫也无法做出合理解释，但他始终不相信儿子山姆会是凶手。显然警方不会因为史蒂夫的阻拦而停止调查，既然无法在史蒂夫那里得到有用线索，他们只好尝试通过其他方式找到山姆。接下来警方密切监控了山姆的手机、汽车以及名下的信用卡。3天后，他们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山姆的信用卡在长滩市出现了几次提款记录，而且还在餐厅订购了好几次披萨。警方欣喜若狂，认为一定是山姆粗心大意犯下了致命错误。不过当他们拿到取款机上拍下的录像时，发现取款人不是山姆，而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小男孩。虽然警方还不知道男孩的身份，但他们相信男孩一定和山姆认识，不然他也不可能会有山姆的信用卡，说不准此时山姆就藏匿在男孩的家里。考虑到山姆是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为了确保安全，警方也没有贸然行动。他们集结了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后，才按照订购披萨的地址来到了长滩市的某个公寓。当房门被打开后，警方一拥而上，首先控制住了3名正在客厅吃披萨的男孩。男孩们哪见过这种阵仗，看着黑洞洞的枪口，他们被吓得一动不动。在对整个住宅检查后，警方没有发现山姆的踪迹，只找到了那张用来取款的信用卡。经过询问，3名男孩中，一名叫威斯利的17岁男孩就是取款人，于是警方对他进行了审问。威斯利表示，信用卡是母亲的朋友丹尼尔给他的，当时丹尼尔告诉他，有个朋友遇到了一些事情，急需要信用卡套现，于是就让他用这张信用卡每天到不同取款机上取最大额度的现金。作为回报，每次取款结束后，他都被允许买一份披萨。至于为什么要让他去取款以及其他的事情，他也就不太清楚了。警方看着威斯利一脸真诚的样子后，认为他没有撒谎，于是又对这名叫丹尼尔的男子进行了调查。时年26岁的丹尼尔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话剧演员，他和山姆是邻居，也是很好的朋友。警方初步判断，丹尼尔很可能就是帮助山姆逃跑的人。能否找到山姆的下落，他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当警方找到丹尼尔的时候，他表现得有些意外和慌张。稍作调整后，丹尼尔对警方说道，再过2天他就要和未婚妻结婚了，能不能等婚礼结束后再去警局配合调查。
善解人意的警方回答也很干脆，不可以，这是要求，不是请求。没办法的丹尼尔只好跟着警方来到警局。丹尼尔表示，信用卡确实是他拿给威斯利的，不过这一切全都是山姆的主意。前段时间，山姆找到他说自己遇到了一些事情，急需要用钱，于是就想着和他一起合作赚点钱花。山姆计划让他出面找个年轻人用信用卡去取款机套现，等攒够一定金额后，山姆再向银行报告信用卡丢失。理论上，银行会把信用卡丢失期间盗刷的钱退还，这样山姆就能白拿一笔赔偿。作为交换条件，事成之后，山姆答应会给他一笔好处费。由于最近他要结婚，也非常缺钱，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下，就同意了山姆的计划。警方对丹尼尔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详细询问了他最后一次见到山姆的时间和地点。丹尼尔表示，5月21号，他从家门口最后一次见到山姆。当时山姆和一名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开着一辆汽车离开了，他不清楚两人具体去了什么地方。这种说法并没有让警方信服，他们认为丹尼尔一直在刻意隐瞒山姆的下落，于是就打算以涉嫌包庇罪将丹尼尔拘留。看到警方要来真的，丹尼尔又改变了之前的说法。他表示，山姆和戴着黑色帽子男人离开的事情完全是他捏造的，实际上当天是他开车把山姆送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在开车的路途中，山姆向他承认杀害了朱莉。至于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说出这件事情，完全是担心山姆会对他报复。丹尼尔坚称在把山姆送到指定的位置后就离开了，他真的不清楚山姆之后又去了什么地方。看着丹尼尔不断变化的说辞，警方起了疑心，他们继续施压，试图让丹尼尔说出实情。随着审讯的继续，时间很快来到了凌晨。此时丹尼尔明显有些疲惫了，头脑也没有一开始那样清晰。他无意间又对警方透露出了另一个版本的事发经过。丹尼尔说道，案发当天，山姆找到他寻求帮助。一开始他并不清楚山姆要他做什么，直到来到公寓后才得知是让他帮忙处理尸体。这种违法的事情他肯定是不会答应的，于是就拒绝了。事后山姆威胁他不要说出去，不然就会对他报复，所以他才隐瞒了这件事情。听完丹尼尔的说法后，警方紧接着追问当时他看到了什么。丹尼尔脱口而出看到朱莉头上有2处枪伤。这个说法马上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因为朱莉是长头发，被发现时她头部的伤口已经被头发盖住了。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或者是凶手，根本不可能知道有2处枪伤的事情。丹尼尔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从那之后他就不再开口回答任何问题。看到丹尼尔沉默后，警方又找来了他的未婚妻瑞秋，希望他能帮忙问出一些具体的事情。瑞秋在进入审讯室后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的情绪，看起来不像是因为未婚夫涉案无法举办婚礼的新娘会表现出来的样子。瑞秋非常淡定地对丹尼尔询问了几个问题，不过最终还是和之前一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审讯结束后，丹尼尔就被警方拘留，等待进一步调查。1天后，身在拘留所的丹尼尔给未婚妻瑞秋打了一通电话。两人在通话时，瑞秋提到丹尼尔的弟弟提姆告诉他自己有警方所需要的证据，他询问丹尼尔是否知道这件事情。丹尼尔听到后整个人都崩溃了，他抽泣着说道，这下要完蛋了。沉默片刻后，丹尼尔哀求瑞秋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他保证警方不会找到这些证据。瑞秋非常清楚他们的通话肯定会被警方监听，所以他没有答应，坚持要把这一消息告诉警方。看到哀求没有起到效果后，丹尼尔别无选择，只能主动坦白了这一切。Okay, talk to us. What do you have to tell me? I'm crazy and I did it. You did what? I killed Julie and I killed Sam. 丹尼尔虽然是个小有名气的话剧演员，但这个行业并不像明星那样赚钱容易。为了维持光鲜亮丽的生活，丹尼尔欠下了很多债务。在与同事话剧演员瑞秋恋爱期间，丹尼尔没有表现出经济不富裕的一面，相反他出手一向很阔绰，这也让丹尼尔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为了顺利求婚，丹尼尔满口答应会给瑞秋一个难忘的豪华婚礼，但实际上他已经负债累累，根本负担不起举办婚礼的费用。眼看婚期即将到来，为了尽快筹到这笔钱，丹尼尔就把魔爪伸向了邻居山姆。丹尼尔知道山姆平时有攒钱的习惯，
而且在退伍时还拿了一笔退伍金，于是就产生了杀掉山姆拿走他积蓄的想法。在开始行动之前，丹尼尔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5月21号这天，丹尼尔假借需要帮忙搬东西，把山姆骗到了剧院阁楼。找准时机后，丹尼尔用事先偷来的手枪从背后打死了山姆。作案结束后，丹尼尔拿走了山姆的钱包和手机，暂时把尸体留在阁楼。接着他又像没事人一样和未婚妻瑞秋参加了当晚的演出。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那晚丹尼尔的表现异常出彩，丝毫看不出刚刚杀过人的样子。演出结束后，丹尼尔就和同事们到酒吧庆祝去了。期间他又用山姆的手机假装心情不好，把朱莉骗到了公寓。当朱莉到达时，丹尼尔已经在公寓里等着她了。丹尼尔告诉朱莉，山姆因为心情不好正在卧室里哭泣，于是毫无防备的朱莉就走向了卧室。这时尾随在后面的丹尼尔对朱莉连开2枪，确定朱莉没有生命体征后，丹尼尔撕烂了她的裤子，又在她的后背上写下了侮辱性的文字。简单收拾了犯罪现场后，丹尼尔就拿着山姆的个人物品离开了。第二天一早，丹尼尔拿着斧头和手锯早早来到剧院，趁着没人，他把山姆的尸体分解，然后用行李袋将这些残骸随意丢弃到了荒郊野外。作案工具以及带血的衣服被放到了弟弟提姆的家里。所有事情处理完后，丹尼尔就开始计划取钱的事情。他利用小男孩威斯利取走了大约2000多美元现金。在警方找上门的时候，丹尼尔正盘算着婚礼结束后用这笔钱度蜜月的事情。实际上，丹尼尔并不认识朱莉，他只是平时听山姆说过有这样一个人，他和朱莉无冤无仇，既不图财也不图色，杀死朱莉只是纯粹为了营造三角恋情杀的故事陷害山姆，这样山姆消失后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不得不说，朱莉死的实在是太冤枉了，而且这个计划也真的是蠢到极致。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丹尼尔的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后，警方根据丹尼尔提供的线索，在一个公园里找到了山姆的部分残骸，而找到头部的那天，刚好就是山姆27岁的生日。丹尼尔的弟弟提姆也很快因为协助犯罪被警方抓捕。在他的家里，警方找到了那些还没有来得及销毁的物证。面对铁一样的证据，提姆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然而就在警方着手准备起诉材料的时候，丹尼尔又改变了之前的说法。他声称未婚妻瑞秋才是真正的主谋，自己并没有犯罪。丹尼尔这一举动无疑是为了拖延开庭时间，因为拖的时间越久，人们对案件的关注度就会越低，到时候审判结果将会对他有利。尽管警方非常清楚丹尼尔的用意，也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说法，但他们还是进行了深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瑞秋在作证时替丹尼尔圆过一些谎话，也就是一开始丹尼尔声称山姆和一名戴着黑色帽子男人离开的事情，当时瑞秋也作证说他亲眼看见过。除此之外，警方并没有找到瑞秋策划或者参与犯罪的证据，所以他仅以较轻的罪名被提起指控。2016年，朱莉和山姆遇害的5年后，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由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庭审5天后，陪审团仅仅花了不到1个小时就做出了有罪的裁决。丹尼尔2项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提姆因为帮助销毁证据，被判处4年缓刑。瑞秋虽然不承认检方的指控，也声称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但他还是因为妨碍司法公正罪被判处2年6个月监禁。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